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23.20，收盘价是411.0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6.43，最低价是在401.7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与前一日收盘价基本持平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551.65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空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开盘股价即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在短暂的冲高之后，上方是在20日均线值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股价开始震荡下行，下方呢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，那最后呢在尾盘的时候股价反弹到410附近收盘，也就是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基本持平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那当日的成交量呢，我们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出现这样的成交量，然后出现这样的走势呢，说明当日的股价在经过大幅反弹之后是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当日股价在大幅高开盘之后并没有多头力量的跟进，所以呢出现了卖压，然后股价出现了下行。那在5日均线值是得到了支撑，那说明呢多头也就是下方多头在守5日均线值，然后收盘价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附近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，说明下方也是有支撑的。所以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，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426.43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否则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的走势，甚至是继续测试5日均线值而出现下行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股价如果想要继续反弹一定要有多头力量的进入。那反弹目前的压力就是在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428附近，我们会看到1月6日这根 K 线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没有继续上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那然后我们再给出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或者下行的支撑呢，目前1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80将是一个支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在39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也就是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418附近。
而实际在1月6日收盘价是在411.05，那股价既没有出现回档，也没有出现反弹，而是出现了平盘。当然，股价在盘中开盘的走势上啊，还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。对，好，那么股价虽然是目前出现了平盘，但是呢，它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日后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我们来调整一下水平线，仍然是上方的465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相对于目前的股价，它是前高。那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啊，目前的压力位，我们会看到428是一个压力位，还有一个压力位是450。那么股价只有突破这两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去站上465。而站上465的目的啊，就是要瓦解自12月18日以来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那么瓦解的这个空头趋势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88.5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说了428和450，这是两个压力位。那其中呢，在428对于1月7日而言，428仍然是强压力，因为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仍然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的两个目标，一个是465，另外一个是488.54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的下行呢，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下行的目标。由于目前股价回档，然后出现了反弹，所以呢，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1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373附近。我们把第一个目标的水平线上移到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跌破它的目的呢，就是再次出现底低，然后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这条也就是在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含有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的最低是在401，其实也是在400关口附近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同时呢，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还有一个强支撑，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380附近。好，这是到达373之前的两个支撑位。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可以继续上移这条水平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327这个位置。那跌破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。然后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呢，就是309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1月7日开盘之后，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403附近。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它的附近。那在1月6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会收在高位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当日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然后尾盘股价在测试到400关口附近股价是被拉抬到目前的收盘价，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好，那么对于1月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410这个位置。410正好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上沿，也是
这根实体中红 K 线实体的下沿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在1月7日，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例如如果是一个高开高走，那么股价一直是在410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5日均线值，甚至是跌破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我们说的400关口。对，那么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这一波反弹结束，那么股价继续出现回档，然后将会去测试373这个位置。好，所以在1月7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410这个位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1月6日收盘价是在411.05，股价是出现了平盘，然后呢成交量缩。那对于这些技术指标而言，对于多头来讲是不可以进场做多，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出现这样的价平量缩啊，这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，也就是日后啊股价还是要选择方向的。对，那么对于抢反弹或者是做多呢，我们认为要等待股价能够重新站上20均线值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当时的这个K 线和成交量来判断是否多头可以进场，或者是进场抢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28和450这两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区间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73，那空头出现反弹之后，空头就是要恢复之前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，所以它的目标一定是373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420到423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425到428之间，它包括前高。这个前高我们指的不仅是1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是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压力位是450，第四个压力位是465，第五个压力位是488.54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是从401到408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从380到373，是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呢是350，在这个位置。那350呢，这是这一波起涨的 K 线的最低，它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。然后第四个支撑是3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对，也就是继续反弹。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。然后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1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26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不超过前高。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418附近。但是如果股价突破了20日均线值，最高能够到达440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436附近。
那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1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也就是这样的反弹呢，我们预测股价在盘中啊，如果能够突破前高，也就是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会出现大幅的上涨。但是在盘中股价如果不能够突破20日均线值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收一根横盘向上的 K 线继续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。如果股价没有出现反弹，那么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也就是说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20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396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02。那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